廣東廣西呢個地名係點嚟嘅呢？廣東廣西原本兩兄弟嚟噶嘛，咁一個分在東邊咪廣東咯，一個分在西邊咪廣西咯。廣東嘅廣指嘅係廣順，咁呢一個係古地名，漢武帝趙約初開粵地而廣布因順嘅意思，即係廣東同廣西嘅交界之處，即係依家梧州封開一帶，亦都係我哋粵語嘅發源地。以古地名廣順以東就稱為廣東，廣順以西就稱為廣西，咁兩廣嘅名就係咁得嚟噶啦。咁點解廣東簡稱粵呢？其實一開始呢個粵字並非廣東嘅專屬，而係嶺南地區嘅代稱。最初係寫作呢個粵，咁喺《史記》裏面又簡稱南粵，喺《漢書》裏面又簡稱南粵。古時候呢兩個粵字係相通嘅。咁由於呢個粵字包括嘅範圍實在係太廣啦，所以先至會用到呢個粵字。喺明清時期，廣東仲稱為粵東，廣西仲稱為粵西。後嚟到咗民國時期，兩廣唔再統一行政單位，咁呢個時候粵字先至真正成為廣東嘅簡稱。咁廣西就簡稱貴。呢一個同古代嘅玉桂有關，同桂花係無關嘅。咁除咗廣東廣西地名嘅由來有段古之外，廣東21個城市地名嘅由來亦都有段古嘅喎。廣東有4州，分別係廣州、惠州、潮州、梅州。廣東有2江，分別係湛江、陽江。廣東有2山，就係佛山、中山。咁廣東有1個海，就係珠海。廣東有1條河，就係河源。廣東有1個頭，就係汕頭。廣東有1個尾，就係汕尾。廣東有1道門，就係江門。廣東有1關，就係韶關。如果有講到你家鄉嘅話，留言留低坐標啦。咁關於呢21個城市地名嘅由來，你又知唔知呢？咁先同大家講下廣東嘅省會廣州呢個地名係點嚟嘅呢？喺公元226年，東吳孫權將膠州分拆為膠州、廣州2個部分。咁呢一個就係廣州呢個地名首次出現喺歷史上面。咁後嚟到咗264年，孫吳為咗方便治理，從膠州劃分出南海、蒼梧、玉林、高梁呢4個郡，咁另設廣州。一直就沿用到依家啦。咁廣州呢個廣係取自廣順嘅廣字，舊稱南武。呢一個就係廣州呢個地名嘅由來啦。如果用一句說話嚟表達廣州嘅話，你會點講呢？咩啊？咁第二個要講嘅就係粵 B 深圳。關於深圳呢個地名嘅由來，最初係出現喺史籍，於1410年於清朝初年建成。當地客家嘅方言俗稱田野間嘅水溝為鎮或者涌。咁當地嘅水澤密布，咁再加上村邊有一條好深嘅水溝，其實就係深圳河，咁所以就有咗深圳呢個名啦。如果要你用一句說話嚟表達深圳嘅話，你會點講呢？來了就是深圳人。咁第三個要講嘅就係粵師珠海啦。珠海呢個地名喺1953年建縣嘅時候使用。咁關於佢嘅由來就有好多種講法，但係最有說服力嘅就係從地理角度嚟解釋。咁珠海係唐家同伶仃洋之間嘅海域，喺古代被當地嘅居民稱為唐珠海或者珠海。因為珠江注入南海之處而得名珠海，咁珠海呢個地名就一直沿用到依家啦。如果要你用一句說話嚟形容珠海嘅話，你會點講呢？再講下粵啲汕頭。咁早喺1530年，明嘉靖9年，因為地形呈沙脊，所以叫做沙汕。後嚟又到咗1717年，清康熙56年，咁因為當地兼炮台、煙墩，所以又叫做沙汕頭。咁再後嚟，清政府為咗徵收鹽稅，喺當地設有鹽站，所以就將沙汕頭簡稱汕頭。咁汕頭呢個名就一直沿用到依家啦。咁唔知講起汕頭，你又會諗起咩呢？再講下粵醫佛山，好多朋友仔有疑問，佛山又冇佛又冇山，點解叫做佛山呢？古時候嘅佛山並唔係叫佛山，係叫桂華鄉。有句老話嘅，未有佛山先有塔坡。咁喺唐朝貞觀2年，有鄉民喺塔坡江挖到3尊佛像同埋石碑。相傳喺東晉時期，有個僧人去過塔坡江講經，咁於是乎當地嘅居民就認為呢一度係佛家之山，所以就改名為佛山啦。咁講到佛山咯，4個字嚟形容，武術之鄉非佢莫屬啦。
嗱，再講係越野湖韶關，咁話說喺589年，即係隋開年9年，徐州北韶石山之韶字為州名，改東行州為韶州。嗱，因為喺明清時期多次喺征江邊同埋城邊設關收稅，咁所以就得名韶關啦。咁一講到韶關，你會唔會諗起丹霞山呢嚇？好啦，由於時間嘅關係，暫時同大家分享住咁多。若之後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嗱，今期嘅問題好簡單，用一句説話嚟介紹你嘅家鄉、你嘅城市。知嘅話留個言，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點解東莞冇區冇縣，淨係得街道同埋鎮嘅呢？嗱，唔知大家有冇發覺東莞有4個街道、28個鎮，但係就係冇區，亦都冇縣。咁呢一個其實係因為東莞本身就係一個縣。嗱，1985年之前叫做東莞縣，係屬於惠陽管轄嘅。咁後嚟設縣改市，就改為東莞縣級市。嗱，直到1988年由縣級市升級為地級市，咁區域面積規模淨係得一個縣咁大。咁升級為地級市嘅時候，亦都冇列入其他嘅縣級市，所以咪冇區，亦都冇縣俾佢管轄咯。嗱，上一期同大家講咗東莞4個街道、28個鎮嘅其中10個，咁今期就嚟同大家講埋剩低嗰18個鎮。嗱，如果有講到你認識嘅地方嘅話，記得底下留個言啦。嗱，第一個寮步鎮，咁呢個字係讀寮。鴨寮街都係呢個寮，咁當地嘅葡萄、豆腐、豆漿就至出名啦。嗱，話說喺唐貞觀年間，咁村民喺韓溪河上面結茅寮而居。嗱，呢個茅寮係指草棚、草屋咁解。咁當時又以草織竹器以及打鐵為業。咁喺明初形成咗商埠，所以稱為寮步墟。咁後嚟改為寮步鎮。嗱，第二個樟木頭鎮曾經有小香港之稱，係全市唯一嘅純客家鎮。咁當地嘅特產有荷葉飯啦、麥芽柚皮，仲有糖不甩啊等等。嗱，樟木頭鎮原本叫做泰安。咁喺清初嘅時候，有位官員巡視泰安，聞到樟木樹林嘅香氣，醒腦提神，所以就將呢個地方改為樟木頭鎮。嗱，第三個大朗鎮，咁講到呢個地方，乜嘢最出名呢？就肯定係冷衫啦。你衣櫃嗰幾件冷衫，可能都係呢個地方出嘅。嗱，大朗鎮係因為當地盛產朗草而得名大朗。咁後嚟為咗書寫方便，所以寫成呢一個朗。咁第四個黃岡鎮景點就至多啦，例如話黃岡水上公園啦、黃岡博物館，仲有萬佛禪寺啊等等。咁黃岡呢個地名由來係因為喺明末有人喺河邊定居，因為河水黃濁，所以得名黃岡。咁第五個清溪鎮被評為最美嘅小鎮。嗱，早期嘅熱播劇《32兒》都係喺呢個地方取景嘅。嗱，話說喺明洪武年間，南萬成從茅甕村遷清溪邊立村，所以得名清溪。嗱，再到塘廈鎮，咁有東莞土豪村之稱嘅林村就係位於呢個地方噶啦。嗱，據說呢條村嘅年收入都過億噶喎。嗱，塘廈鎮呢個地名由來就係來源於塘廈墟。嗱，鳳崗鎮係融合咗客家文化、華僑文化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原本叫做三道崗。嗱，後嚟喺民國初期，因為建鳳崗新墟，所以得名鳳崗。嗱，第八個大嶺山鎮，咁當地嘅荔枝柴、燒鵝、燒魚就至出名啦。當地嘅美食景色多羅羅。嗱，大嶺山鎮呢個地名由來就比較簡單，係因為西部有大嶺山而得名。嗱，長安鎮係依家東莞嘅第一強鎮，經濟實力已經超過咗曾經嘅王者虎門鎮 ，GDP 為950幾億。嗱，長安鎮原名叫做沙浦頭，咁喺民國30年，因為效仿京城嘅長安，所以叫做長安墟。嗱，虎門鎮曾經係東莞經濟實力最強鎮，不過依家已經俾正話嘅長安鎮超越咗。嗱，根據最新統計，咁虎門鎮嘅 GDP 為720幾億，不過佢一個鎮都可以抵過一個縣級市嘅。咁講到虎門鎮，你會諗起咩呢？肯定係林則徐燒煙啦，就係喺呢個地方啦。咁虎門之所以叫做虎門，因為形狀似花瓶口，兩岸高山突出，江面大虎同小虎兩座山相對，形狀似虎踞守護珠江門戶，所以叫做虎門。嗱，厚街係離香港、澳門最近嘅地方，大概係個零鐘嘅車程。咁當地亦都係酒店最密集嘅地方，係世界鞋業總部基地。嗱，國內好多品牌手袋都係呢個地方出嘅。
咁喺北宋年間，王氏喺呢個地方定居，喺軍鋪後面叫做後街。咁後嚟日漸富起身之後，就改名為後街。嗱，沙田鎮係全國第一個龍舟之鄉。咁話說喺200年前，後街軍鋪有人喺楊公洲築圍造田，地處沿海沙田地區，所以得名沙田。咁道教鎮係東莞嘅魚米之鄉。嗱，呢個地方原本叫做濟川鄉。咁因為潮汐嘅作用，呢個地方多條相通嘅河流有倒運流嘅現象。咁兩水相通處約教，嗱，原本叫做道教，咁後嚟改成同音字道教。嗱，有人話紅梅鎮係東莞最窮嘅鎮，咁你認為呢？嗱，紅梅鎮呢個地名由來係因為攞咗鎮裏面最大嘅兩條村，一條叫做紅屋窩村，一條叫做梅沙村，第一個字而得名紅梅。咁馬涌鎮有水鄉一哥之稱，係東莞第一個同時擁有2個國家級嘅港口鎮。嗱，麻涌呢個地名原本叫做古梅鄉，因為先人愛梅，咁後嚟因為四周河網密布，耕地又以產茅為主，所以就叫做麻涌。咁你可能未去過望牛墩鎮，但係你喺高速路口一定見過呢個咁特別嘅地名。嗱，望牛墩鎮喺古時候其實係一個天然嘅牧牛場，咁農民放牛都係企喺凸起身嘅土墩上面望牛，所以就有咗呢一個望牛墩鎮嘅地名啦。嗱，中塘鎮堪比縣級市，造就咗唔少富豪。咁中塘鎮原本叫做中塘，係種米嘅地方。咁後嚟因為地處中心墟市，所以改為中塘。嗱，最後講到高埗鎮，咁呢個地方嘅金針菇同埋靈芝就自出名啦。嗱，高埗鎮係因為高埗村而得名。嗱，喺明末嘅時候，呢個地方係一片沙灘嚟嘅，因為漁民經常喺呢個地方曬古布，即係漁網。咁後嚟有位秀才認為呢個古字不雅，所以就將佢改成高埗。好啦，到最後要考下你，嗱，以下邊啲地方係東莞真實存在嘅地名呢？ A. 西牛陂村 B. 牛屎凼 C. 拔膠窩 D. 豬屎團。知道嘅話底下留個言，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有人問我呢個地名叫做咩洲呢？知道嘅話答㗎嘛。哦，賓州係嘛？去過啦。讀郴州，冇又係讀春州。啊，一個二個真係啊，讀川州。咁呢個地名係經常有網友問到，但係好容易會將佢誤讀成賓州，咁咪錯咯。嗱，普通話讀春州，粵語讀深州，同心臟嘅心、深圳嘅深字係同音。嗱，亦都有人將佢讀成郴州，嗱，其實都得嘅。咁呢個深字係地名用字，但係可以話係深州特有嘅地名用字，亦都可以用作姓氏。例如喺唐代有個人叫做深濟，咁深州亦都叫做福城。嗱，深係由林邑兩個字合成嘅，即係林中之城咁解。嗱，呢一個就係深州呢個地名嘅由來啦。咁深州仲被譽為九仙二佛之地，係道教同佛教嘅發展福地。嗱，如果你有去過呢個地方嘅話，留個言啦。嗱，第二個就係我哋好慣買嚟食嘅湖北乜嘢龜中華紅橙呢？讀地龜。嗱，呢個地方普通話讀子龜，粵語讀子龜。嗱，其實好容易認啫，你認住有半部分同子弟嘅子字係同音。嗱，順便講下個縣字，其實讀縣同埋讀縣都係得嘅。文讀縣，白讀縣，一個係讀書音，一個係口語發音。嗱，舉個例子，可以讀縣城，亦都可以讀縣城。可以讀資縣，亦都可以讀資縣。嗱，其實相當於老陳同老陳、老黃同老黃一個道理，變調啫。咁子規縣呢個地名嘅由來，嗱，喺《水經注》裏面就有記載：屈原有言子，文玄放逐，逆來歸，因名曰子規。咁子就係由子演變而嚟噶啦，所以屈原就係子規人。咁順便又問下你啦，屈原係姓乜嘅呢？嗱，第三個係位於河北，咁驟眼睇你會點讀呢？金丹，一係金線。嗱，呢一個地方普通話讀邯鄲，粵語讀邯鄲。咁有嘅成語叫做邯鄲學步。嗱，邯鄲亦都係中國成語典故之都。咁關於呢個地名嘅由來，就係來源於邯鄲山。咁話說喺邯鄲嘅東城有一座山就叫做邯山。嗱，鄲即係指山脈嘅盡頭嘅意思。咁邯山即係至此而盡咁解。嗱，所以就有咗邯鄲呢個地名啦。咁第四個地方係位於河北省保定市。嗱，呢一個字係經常有網友問到，普通話讀冉，冉莊，粵語讀冉，冉莊。嗱，冉冉上升，冉冉升起就係呢個冉啦，係指慢慢咁升起嘅意思。
咁呢個冉字有3個意思，第一個係指龜甲嘅邊緣，第二個係指慢慢地嘅意思，咁第三個係解作姓氏冉姓。咁冉莊呢個地名嘅由來就好簡單啦，嗱，因為唐代冉姓人建嘅莊，所以就得名冉莊。咁第5個就係我哋經常買嘅安徽乜嘢山蘇梨呢？這個好像是讀陽山梨喎。咁呢個地名普通話讀當山，粵語讀砀山，同蕩千秋嘅蕩字係同音。咁呢個砀山係位於安徽省宿州市。咁砀山有武術之鄉、嗩吶之鄉之稱，即係吹啲打，亦都有世界梨都、中國蘇梨之鄉嘅美譽。咁砀山呢個地名嘅由來係因為有支山同砀山而得名。咁第6個地名你會點讀呢？讀臨汾，普通話讀蓮粉，粵語讀臨汾。仲有汾河、汾酒、汾水都係讀汾，唔係讀分。但係佛山禪城呢個分江就一定係讀分，而唔係讀汾。因為分江原本係寫作呢一個分江，但係廣東人一向都係中意合唔中意分噶嘛，分開、分離喎，好唔老禮噶嘛。咁再加上老廣一向都係以水為財噶啦，所以就喺個分字加翻3點水落去，就有咗分江呢個地名啦。雖然寫呢個分，但係仍然係讀分開嘅分。咁其實將個分字讀成分係嚟自古音，喺康熙字典集韻嘅注釋係方文設音分，所以讀分係冇問題嘅。咁臨汾係位於山西，被譽為華夏第一都，有好多非物質文化。臨汾其實原名叫做平陽，但係隋文帝覺得平陽同平陽嘅發音相近，好唔老禮噶嘛，所以就將佢改做臨汾。咁臨即係鄰近嘅意思，汾即係汾河。臨汾嘅意思即係話鄰近汾河嘅地方咁解。呢一個就係佢嘅地名由來啦。學到嘢嘛？學到嘢嘅話，記得視頻點翻個讚啦。第7個係位於河南嘅焦作市，咁見到呢個字，你會點讀呢？讀武圖定係讀武曬呢？其實呢個地方普通話讀胡珠，粵語讀武積，積山嘅積。咁關於呢個地名嘅由來，有個盞鬼嘅講法。話說武王伐紂路經此地，登高望遠，所以就改咗呢個武積呢個名啦。積即係登高興起嘅意思，取周武王興起之意。不過仲有另外一個有說服力嘅講法，係話武積其實係由古代嘅武德縣同埋積州各取一字合稱而得名武積。唔理佢點嚟都好啦，如果5·1假期去到武積嘅話，嘉應觀又真係好值得去下嘅。咁第8個地名，呢一個字又真係經常有人問嘅，你又識唔識讀呢？普通話讀支州，粵語讀冀州。有味中藥就叫做大薊、小薊。咁薊字其實係多年生草本植物，亦都可以用作姓氏。薊姓喺全國大概都有10幾萬人嘅。咁冀州呢個地方係一個1000年嘅古縣，喺8000幾年前就已經有人居住噶啦。喺春秋時期就叫做無中子國，咁隨改為漁陽，唐至冀州。咁冀州亦都係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名流人才薈萃，寺廟古墓眾多，對現代嘅經濟發展亦都有好大嘅影響。如果你去過呢個地方嘅話，留個言啦。咁第9個係位於河南，老實啦，有幾多位朋友仔會將佢讀成長衡或者長坦嘅呢？普通話讀長遠，粵語讀長援，同支援嘅援、援助嘅援係同音。如果唔記得咯，可以諗下你嘅女神新垣結衣，或者有句成語叫做頹垣斷壁。垣即係矮牆嘅意思。咁長垣呢個地名嘅由來係因為喺戰國時期之首桓邑而得名。咁據說當時有長垣呢個地方有一埲好長嘅牆，叫做防垣。有可能係用嚟防水防兵用嘅，所以就有咗長垣呢個地名啦。咁最後一個係位於江西上饒市，你會點讀呢？讀資源定係讀女園呢？普通話讀烏園，粵語讀墓園。咁墓園係朱熹嘅鄉下，亦都係我哋依家5·1假期嘅好去處，被譽為中國最美嘅鄉村。墓園呢個地名嘅由來係因為舊縣自稱話地近墓水資源而得名。不過亦都有個講法，話說喺公元740年，墓園當地有墓女星座喺長安嘅東南方向出現。咁唐玄宗知道之後就好開心啦，所以就將呢個地方改做墓園。好啦，今期同大家講咗10個地方名嘅讀音，你又讀啱幾多個呢？5·1假期有冇去邊處玩啊？咁到最後循例要問下你，我哋食開嗰包榨菜叫做乜嘢零榨菜呢？知道嘅話留個言，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有人問我由細食到大呢一包榨菜叫做乜嘢零呢？咁就梗係培靈榨菜啦，仲使問？
講樣好恐怖嘅嘢過你聽啊！原來我哋成日食嗰包唔係叫培靈榨菜，係叫浮靈榨菜啊！冇錯，你冇聽錯，呢兩個字一直都係讀浮靈，粵語讀浮靈。可能係同個培字生得好似，所以有好多人將佢誤讀成培靈。咁一個錯，個個錯，大家都習以為常，所以大家都將佢讀成培靈。其實無論係普通話定係粵語嘅古今音，只有一個讀音就係讀浮，唔係讀培。嗱，呢個浮字為水名，即係浮江，又為古州名。咁浮靈就位於重慶。咁浮靈呢個地名係取自浮水之濱巴王之陵而得名。嗱，烏江喺古時候叫浮水，咁浮靈係古代巴國嘅首都。嗱，當時候有好多名門望族都葬喺烏江嘅兩畔。嗱，所以呢個浮係指浮水嘅意思，而陵係指巴國王陵。咁所以後嚟就有咗呢一個咁有意思嘅地名啦。咁當然啦，除咗浮靈榨菜之外，仲有浮靈紅心蘿蔔、浮靈醪糟都好出名噶。嗱，再講下第二個地名係位於海南，咁你會點讀呢？由邊讀邊，讀尖洲。咁呢個地方普通話讀儋州，粵語讀儋州，唔係讀尖洲。同擔屎唔偷食嘅擔字係同音，亦都係佢個古字。嗱，擔字亦都有肩荷肩挑嘅意思，例如話擔負。咁第二個釋義係同擔，有以下垂嘅意思。而第三個就可以用作地名，例如話海南嘅儋州。咁儋州呢個地名嘅由來，喺《山海經》裏面就有記載，原本係叫做儋耳，同當地一種風俗文化有關。掛嘅意識越大，就顯得地位越高咁解。所以儋耳係取咗當地民族嘅一種特徵作為地名。不過喺後嚟唐高祖武德5年改郡為州，所以就將儋耳郡改為儋州啦。嗱，咪話個個地名都咁難啦，整個簡單啲俾你睇下。嗱，呢一個係位於江西，咁你會點讀呢？讀元千山。老老實實啦，有幾多朋友仔係將呢個地名用粵語讀成千山嘅呢？有嘅話打3條8啦。嗱，呢個字其實係多音字，咁當普通話讀鉛嘅時候，係指金屬元素或者係同工具文具有關嘅嘢。咁呢個時候普通話就讀鉛。嗱，當普通話讀鹽嘅時候，係僅用於鹽山呢個地名。但係粵語只有一個讀音，就係讀鉛。例如話鉛筆、鉛球、鉛山，同呢個沿海沿途嘅沿字係同音。但記住啦，唔好用粵語將佢讀成千山千筆啦。咁鉛山呢個地名嘅由來好簡單啦，因為唐5代產鉛，所以就叫做鉛山。咁呢個地方係位於山西。嗱，呢個字係經常有網友問到，普通話讀仙州，粵語讀欣州，同欣賞嘅欣係同音。廣西來賓市就有個地方叫做欣城縣。咁呢個欣字係同音，有開導啟發嘅意思，可以用作姓氏，亦都可以用作地名。咁關於欣州呢個地名嘅由來，有個盞鬼嘅講法。咁相傳漢高祖北上抗擊匈奴，到咗欣口嘅時候，終於可以擺脫逃兵啦。咁漢高祖歡顏大悅，陸軍欣然如歸。嗱，呢個欣又同欣係同音喎。咁自此以後就有咗欣州呢個地名啦。咁第5個經常買嚟炒嘢嗰瓶豆瓣醬叫乜嘢名？係邊度出嘅呢？讀陂源、疲縣。咁呢個地方係位於四川成都，普通話讀陂縣，粵語讀疲縣，同疲倦嘅脾胃嘅脾字係同音。嗱，關於呢個地名嘅由來就有好多種講法啦。嗱，有人話係因人而得名，係由蒲陂嘅音譯，或者係蒲陂之邑嘅俗稱。而第2個係因水而得名，疲縣呢個地名係嚟自皮江。而第3個講法係話皮其實係由陂同邑2個字組成嘅地名。嗱，唔理佢點嚟都好啦，不過佢嘅豆瓣醬又真係幾有特色嘅。咁好啦，今期暫時同大家講住咁多。嗱，到最後又輪到你發揮，安徽呢個地方用粵語點讀呢？如果唔記得咯，翻睇下早期嘅視頻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廣西南寧有咩特色呢？如果叫你用一句說話嚟形容，唔可以帶地名，你會點講呢？哦，一個賣粉賣鬱金嘅地方啊嘛，周街都電動車嘅喎。我們南寧有老友粉、生榨粉、捲筒粉，還有五色糯米飯、白切雞、檸檬鴨，還有酸椰喎。正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美人難過酸椰灘。廣西嘅首府南寧，簡稱雍，古稱雍州，又叫做鹿城。咁根據最新統計，南寧嘅常住人口去到883.200萬人。
咁至於南寧嘅 GDP 為5218.34億元，係廣西嘅一哥嚟㗎。咁其實南寧係二線城市，但係堪比一線城市。南寧亦都係東盟博覽會永久舉辦地，咁當地有好多電動車，所以有電動車王國之稱。咁好多人對南寧嘅印象就係好熱好曬㗎，成日都塞車喎。人家都說富了一個南寧，窮了一個廣西喎。南寧係一個好唔排外嘅地方。咁嚟咗南寧3個月，我發覺南寧好多粉店，一條街粉店仲多過飯店。仲有曬係真嘅，你睇我曬到咁黑就知啦。不過南寧確實有好多景點，例如早2日去過嘅南寧之夜、3街2巷、青秀山，仲有動物園嘅掉拿城、方特東盟神話、亭子碼頭等等，真係1個月玩都玩唔晒。咁至於南寧嘅特產咯，呢個留俾你哋去講啦。咁南寧有講白話，有講客家話，有講壯語，有講苗語、瑤語、平話、土話等10多種嘅方言。你嚟到嘅話，如果同老一輩講白話，佢哋係聽得明嘅。咁通常係用普通話交流嘅比較多。咁至於南寧點解叫做南寧呢？其實南寧古屬百越之地，已經有1700幾年嘅歷史噶啦。喺唐朝貞觀6年改稱雍州，簡稱雍。咁到咗元朝泰定元年，雍州改名為南寧，取南疆安寧嘅意思。呢一個就係南寧地名嘅由來啦。咁南寧有7個區、4個縣、1個縣級市。今期就嚟同大家講下南寧各個地區嘅特色同埋地名由來。如果有講到你家鄉嘅話，留言點個讚啦。先講下我依家身在嘅興寧區。咁我依家企喺呢度就係納考河濕地公園啦。呢個地方以前係臭水溝嚟嘅，但係經過改造之後，你睇變得幾靚。咁之所以叫做興寧區，因為喺1950年以前嘅興寧區係由雍寧縣所管轄嘅，所以得名興寧。呢一個就係興寧區地名嘅由來啦。唔知你有冇去過呢度呢？有嘅話介紹下啦。第二個青秀區，南寧最有錢嘅一個區，被稱為富人區，位於南寧市嘅東部，常住人口有112萬幾人 ，GDP 為1321.2億元。咁青秀區就係因為當地有青秀山而得名。咁第3個江南區，南寧嘅老城區平西夜市就係位於呢個區噶啦。根據最新統計，咁江南區嘅常住人口大概有98萬人 ，GDP 為605億元，喺南寧係坐第3把交椅。咁江南區係因為位於雍江南岸，所以得名江南區。咁第3個西鄉塘區，南寧有句老話，你強任你強，我住西鄉塘，講嘅就係呢個地方啦。西鄉塘區亦都係我曾經上班嘅地方。咁根據最新統計，西鄉塘嘅常住人口大概有164.38萬人，係南寧最多人口嘅一個區。GDP 為966.89億元，喺南寧係坐第2把交椅嘅。咁雖然佢冇青秀區咁繁華，但係由於外來人口多，大學多，成個大學城咁，所以發展得越嚟越好，未來可期啊！西鄉塘呢個地名由來係因為西鄉塘嘅歷史地名，所以得名西鄉塘區。第4個良興區，位於南寧嘅南部，喺南寧係排名第4位嘅靚仔 ，GDP 為411.39億元。良興區係一個好適合露營嘅地方，夜景靚，風景靚，空氣又清新，有仔有女又多，最緊要係免費啊嘛，帶個帳篷去就得噶啦。咁良興區係因為良興鎮而得名良興，呢一個就係佢地名嘅由來啦。雍寧區曾經係南寧最強嘅一個縣，位於南寧嘅東部。不過自從被分家之後，將昆侖等15個鎮陸續拆分到興寧區、青秀區、江南區、良興區之後，咁依家嘅雍寧區 GDP 排喺倒數第4位。咁雍寧區呢個地名由來係因為古雍州同埋南寧各取一字而得名雍寧區，咁亦都有人話係因為雍江而得名雍寧。呢一個就係佢地名嘅由來啦。第7個武鳴區，一個賣鬱金嘅地方，位於南寧嘅北部，有中國藏鄉之稱，藏語以武鳴方言為標準。當地有個3月3就喺呢度盛行噶啦。咁至於武鳴呢個地名由來，話說喺民國元年1912年設司恩府，陸榮廷任廣西都督，崇尚武功，以武而名於天下，將武原縣更名為武鳴縣，後嚟升為武鳴府。自此以後就有咗武鳴呢個地名啦。
南寧有4個縣，第一個隆安縣係全國最大嘅火龍果基地、香蕉基地，亦都係以藏族為主嘅民族聚居地，係位於南寧嘅西南部。咁至於隆安呢個地名又點得嚟嘅呢？話說喺明朝世宗嘉靖12年設縣，皇帝賜名隆安，有興隆發達、長治久安嘅意思，咁所以後嚟得名隆安。馬山縣係位於南寧嘅中北部，咁呢個地方冇馬，但係有好多山。呢個地名由來就係因為那馬同埋龍山兩縣合併，各取一字得名馬山縣。馬山縣嘅黑山羊夠晒出名啦，咁當地嘅普陀寺亦都被稱為廣西嘅布達拉宮，仲俾當地人稱為分手聖地。聽講10對情侶去過9對都分手嘅，仲有1對可能係真愛。咁有興趣嘅朋友仔可以去測試下啦。咁第3個上林縣有世界長壽之鄉嘅美稱，亦都被稱為南寧嘅後花園。80%嘅人講藏語，仲有部分人講瑤語。咁當地有個採金傳說，聽講上林人就係靠呢個獨特嘅採金技藝養家活兒噶啦。上林縣歷史悠久，喺唐武德4年621年置上林縣，咁自此以後就有咗上林呢個地名啦。第4個賓陽縣位於南寧嘅東北部，呢個地方有廣西小五金之鄉嘅美稱。當地有個炮龍節，亦都吸引到唔少外地人慕名而嚟嘅。咁賓陽咩出名呢？肯定係酸粉同埋燒鴨啦。咁至於賓陽呢個地名由來，賓州係以賓水得名，咁賓水喺原南，所以得名賓陽。咁最後一個橫州市位於南寧嘅東部，以前叫橫縣，咁當地嘅魚生仲有茉莉花夠晒出名啦。咁至於呢個地名由來好盞鬼啦，相傳喺晉代有位隱逸人士董經遇到一位神仙乘黑色嘅浮茶到此地，將停靠嘅江邊叫做橫茶浦、橫茶灘，咁自此以後就有咗橫縣呢個地名啦。咁依家叫做橫州市，但係當地人通常將佢叫做橫縣。好啦，到最後又想問下大家，你去過南寧邊啲地方呢？南寧有咩好去處呢？有咩特產呢？留言話我知，介紹下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